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0月24日，市场复盘来了。特斯拉昨天盘后发布的财报可以说是增收不增利，营收创了新高，但净利润同比下滑了 37%， 股价在周四却走出来低开高走的大阳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投资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同样从2个方面呢来去分析一下美股的一个行情走势。第一个方面呢是纳指的一个走势，但目前为止呢，现在纳指呢是在一个横盘震荡，但是好的一点是低点呢有抬高的一个迹象。究竟权重能否合力能把这个指数呢重新刷新高点？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来分析一下热点股票，像特斯拉、CRWV 英伟达，还有 SOUN。OKLO 呢是 Lucy 近期有跟踪的一些股票，像 UPST 和 RDDT 呢是我们粉丝朋友想要分析一下的，今天呢 Lucy 也会给大家去讲到。那如果说我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888，让 Lucy 看到你的支持，或者说你还有想要分析的股票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看到后会在下一期的视频为你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按照顺序惯例来先看一下纳指的一个情况。那纳指呢，它本周还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10月10日这个大阴线的一个区间里震荡，但是我们把它小级别的去看一下，其实呢上一周它的5天 K 线是在一个弱势区间震荡，而本周的4根 K 线呢在强势区间震荡。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今天星期五在盘前，那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纳指在这2周的一个过程能否突破它的一个高点。显然在本周呢是周三出现了一个异常它的一个盘中呢是跌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回补一个缺口的一个位置，而且它的一个低点呢踩的比较深已经来到了这个阳线的一个底。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说这一根阴线呢是在后半段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它的一个阴线的一个下探呢，虚补不算补这个缺口。等于说这个缺口的支撑呢还是有一半在这个支撑住的，所以说我们去用它的一个之前我们的一个分水岭就是22,656的话，它现在本周的话是在一个强势区间，等于说纳指呢还算是比较稳当这一个过程呢是一个箱体震荡。就目前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在本周的一个内部直播课里有跟大家去讲，就是说纳指它虽然是本周呢我们去看一些这个短时间的一个判断的话，它的一个低点呢是有抬高的呈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但是它的一个高点也会有高点抬高，可以看得出来低点和高点是在一个平行区间。等于说我们把它的一个低点连线和高点连线，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平行区间，所以说这就让我们去了解到了纳指它现在呢虽然是处于在一个箱体震荡，但是它的一个震荡是有规律的，它的规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平行线。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图形呢去看成是一个旗形。如果说用旗形来去判断的话，那我们大家会知道它是一个上涨的或者说上飘旗。那上飘旗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等于说分水岭。那也就是说，如果本周星期五它会出现一个阳线确认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阳线，那自然是它有可能会去突破它前面的一个高点，也就是23,119。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只有一根阳线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知道过了今天周五呢是有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呢会否出现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的话，这个还是不确定的。所以它越接近高点我们越是要去减仓的一个位置。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就是它今天的阳线如果说能突破这样的一个高点的话，那我们会去判断说周末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利好消息出来。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相反的，如果说这个位置不是阳线而是阴线呢跌破了它的一个低点的话，那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深的。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是跌破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减仓谨慎，因为如果说它跌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波下调。所以说其实纳指的话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呢是对纳指日线的短期的一个分析。当然我们在周三出现了一个这个跌破这样的一个走势，出现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话，其实早已经减仓了。所以昨天这一根阳线的话，对于目前来讲，纳指的一根阴线一根阳线其实是震荡行情的话不太好驾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Lucy 还是建议我们的粉丝朋友呢，仓位不要太重，要去观察一下它能否走出这样的一个阳线。当然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最终还是需要权重股的一个发力，像这个8巨头的一个走势，如果说能走出像昨天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我想它离创新高就不远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我在盘前广播里呢有去给大家去写到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形容刚刚 Lucy 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前高这个位置出现回落，那我们看到的是周三的一根 K 线它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盘中呢是一度跌穿了这样彩虹带，所以说看到权重股减仓这个时候是比较及时，所以支撑不住指数继续上涨。那彩虹带现在是收窄的震荡，等于说我们现在是不明方向的，我们只是这个对于行情的一个就事论事。那我们对于预判的话，刚刚 Lucy 给大家讲了，就是去看它是否突破或者是跌破它的一个支撑或者是压力。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是真的出现了指数的一个变字的话，咱们就是说近期先把自己的仓位降下来，才是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呢就是文字版去给大家去在盘前呢去做一个提示。那我们来看一下就纳指昨天的一个走势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判断当中呢，等于说其实它横盘震荡，点位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要等待这个资金或者说其他的权重股选择的方向，那一旦向上的话再去跟进的这个确定性包括胜率的话会高一些。那这个呢就是对目前行情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一些股票的一个走势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昨天是在盘前，或者说它在这个夜盘是兑现了它的一个这个财报的一个利空，等于说开盘价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全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分时的走势，是从低开，而且呢下探到最多它下跌了4个多点，接近5个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已经兑现了特斯拉它的一个这个财报的不及预期。当然我们知道特斯拉呢，从这个分析师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除开它的财报和它的一个销售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不及预期的话，它的一个利润呢是有在下降的。但是它提出了很多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想法，包括呢它的一个这个方向呢落实在它的机器人，包括 Robotaxi， 还有这个 AI5 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研发。所以对于芯片或者说它的一个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的一个方向的话，都是对未来包括科技领域都是有一些这个推动作用的。所以股价呢它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这个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出现了这种低开高走的一个大阳线。等于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就是机构在底部的一个仓位呢是有减少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Lucy 呢连续跟踪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些对应市场消息面，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技术分析里能看得出来它的一个动作。那首先呢，我们是有学员呢告诉 Lucy， 他在没有跌破416.5块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去做了低吸，昨天大概是在418这个位置去买了。在这个日内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益呢就由这个负4%到正的2%，那它有一个6%的一个收益对于特斯拉这一只股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市场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财报的一个解读，或者说对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解读，但是我们可以从技术面去分析出特斯拉它究竟在市场上对应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操作。所以现在的一个结果表明，特斯拉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探底回升的一根阳线，等于说它现在呢也收复掉了我们之前所说的439.385块的一个支撑。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认为昨天的一个跳空低开高走之后呢，是已经把这个空方的一个这个利空呢是兑现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依照特斯拉它的一个走势情况呢继续去看。
等于说它现在呢已经站稳了我们要去看的一个支撑位，而且呢它是一根放量的一个阳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实资金呢，它并没有跌破25，它是在这个25到50区间呢，是更接近于50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你能做到像我们的一个学员朋友，他能做到低吸的话，那我想特斯拉这只股票的话，它就掌握了它的一个节奏的一个精髓，就是我们会买在一个防守的位置。那么接下来特斯拉它如果说能突破470元的话，那可以一直持有。那如果说不能突破470元的话，在一个高位，目前这个440多到这个470的一个空间的话，它也是盈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懂消息面之后呢，对应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如果说特斯拉就此它选择了一个向上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出现阳线的话，那它有可能第一步先突破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步呢，它的目标就是470。甚至它如果突破470之后呢，它就有可能选择前方的488作为一个目标。但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筹码峰呢，就等于说这一段的一个资金呢，对应的这一段筹码是没有减仓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阳线，那等于说学过 Lucy 的一个直播战法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启动的一个信号。当然这个过程呢，等于说这一段的一个筹码呢，就不是很坚实，因为它的颜色呢就不是持有很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以我们所这个去提倡的这种滚动的一个交易方法呢来去操作。所以第一目标位可以定在470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呢就是特斯拉它短期的一个交易。当然我们从这个周线呢也是做了一个防守的一个分析。当然它的防守的位置呢，我们是说周线是在这个9号 K 线的416.5的一个共振的一个位置呢去这个分析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近3周的一个 K 线可以说是它是在一个横盘震荡，等于说它这样的一个连续6周的一个震荡，把这个多方带的一个边界呢有向上拉升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一旦靠近这个边界，等于说本周或者下周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上升拉升的一个过程的话，那就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平台没有跌破，该跌不跌要上涨的一个形态。所以说特斯拉呢从周线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个期待的。毕竟在这个位置9号 K 线的低点和6、7之间的一个缺口都没有被回补，这等于说是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这个呢从周线来看的话，其实特斯拉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 K 线组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盘前广播呢写的就有点保守了，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财报数据呢就是符合预期但是说对于未来的一个研发费用还有这种成熟的现金流缩水的话是令人担忧的所以呢特斯拉就是说在这个信仰，包括说他的一个这个 CEO 马斯克去讲他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对于这个特斯拉还是比较认可的。那短期这样的一个筹码峰松动，也就是说代表这个机构有点不太看好，所以说它有一个跳空低开那接下来呢一个顺势的话，如果说昨天它这个416没有撑住的话，那向下我们可以去寻找它这个黄金分割的一个 0.5 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396到这个 0.618 414那现在看来的话，其实这两个位置就是有点过于谨慎了，它没有跌破之后呢出现了阳线。所以说接下来呢还是按照 Lucy 刚刚去讲的我们还是依照它的一个结果来去判断它的一个未来走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一个走势图。那近期呢 Lucy 收到粉丝的一个留言，就是说 CRWV 可能是有被套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买的，买完之后呢它这种连续下跌了，从这个4号 K 线来看的话，最低点呢是去到过这样的一个114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近期有被套的朋友，或者说有关注 CRWV 还没有下手的朋友呢可以看过来。那么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我们的一个震荡行情所需要用到的一个战法，等于说它这个位置是5，数到5、4、3、2、1，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低点，4、3、2、1，等于说这个位置是1。那昨天呢1号 K 线是一个阴线的话，那我们学员朋友呢就知道这个位置还不能买，等到它出现一个反包就可以了。那昨天呢是非常巧合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5号 K 线，等于说它的一个低点呢没有创新低，而且呢它的收盘价是收到了
4号 K 线的一个这个开盘价的一个上方，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实体上方。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我们说0号 K 线出现阳线的话，它是一个买点。所以呢，我们有持有这一只股票的朋友呢，那昨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Lucy 的一个盘前，或者说你是不是会我们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会的话，相信呢你在昨天应该是在这个收盘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个下午的一个过程中呢，是有这个买进的，或者说补仓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战法好用，或者说这个拐头的话，那今天这根 K 线呢，等于说它是一个拐头的阳线，最好是有一个确认。那如果说这个阳线出现的话，它在这个位置的一个震荡，我们说118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就算它的一个支撑位。那之前呢 Lucy 给大家去测试过这个位置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啊，我当时说的是它黄金分割这个位置是 0.5，包括我们也看到趋势线呢，它是有走平的一个迹象，等于说黄金分割跟趋势线呢，它是形成了一个共振。那我们用细节的一个战法去这个判断的话 ，TD50这个位置，那等于说这个5号 K 线呢，它就是0。等于说它是3个方法的一个共振，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它反弹的一个高度呢，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了。它反弹的话，它现在是一个辫子，等于说我们看到了它的彩虹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辫子，而且变成了一个黄色的，所以大家可能心里边有点担忧，说它的一个反弹的高度。那我们目前呢，先去看，我们之前说它反弹呢，如果说1到3天的话，那它的一个高点呢，最好是去看它的一个中轴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中轴是多少钱呢？这个中轴是133这个位置，等于说如果你在118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120左右去买的话，那3天它反弹到133，你可以去做一个波段的一个这个高抛，这个呢是作为短线，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个差价低吸高抛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呢是 CRWV。当然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去降低自己的成本，就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有一些空头资金空头资金的一个进入呢，它的多方资金呢一个撤退形成了一个这个跷跷板。所以说现在呢，空方资金撤退到了这个25以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多方资金能超过25，或者说达到25的话，你可以再去观察一下，或者说你的底仓可以留一下，去观察它的一个拉升。那进而如果说这个绿柱还能达到50的话，那就太好了，它可以会启动2波。但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一点点差价，等于说这个如果是118你补仓了，它涨到133的话，等于说会有一个大概10%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们要去做好它的一个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呢，去做一些小小的一个这个降低成本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呢是 CRWV 的一个分析。当然呢，在昨天盘前的时候呢，我的一个盘前广播也给大家去写了这只股票，它的一个这个股价跳空出现回落。那我们是经过这种黄金分割的测算方法，我已经连续3天去给大家去讲过，说这个回调到118这个位置收盘，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但是很可惜它这个消失了。但是我们去观察这个30和60分钟的话，它是出现了抄底套餐的。所以说关注这个附近的一个支撑，或者说止跌组合是这个更简单一些。那我当时也有提到说可以运用 TD50这个方法盯咱们今天是否有止跌阳出现它还真的出现了比较给 Lucy 面子所以可以做1到3天的一个反弹。这个呢就是我盘前广播去给大家写到文字版的一个内容。边Lucy 看到呢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们你还没有拿到，这个是我们财生频道的一个盘前广播，那会写到我一些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交易思路，还有一些参考的一个价格。那如果是你是新加入的粉丝朋友，那 Lucy 这边说给大家呢提供这个15天的一个体验期。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赶紧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领取的一个方式呢，就在下方置顶链接置顶链接呢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给他发送一个口令，这个口令呢是15，数字15，你发给他之后呢，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体验频道呢发给你。那同样呢，还有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是 Lucy 跟团队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一个课程，是在下周的一个时间，10月28日到10月31日，连续4天。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近期的一个震荡行情呢，对于我们的一个小白朋友，或者说对这个市场呢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呢，那比较友好了。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小白成长的4节课呢，是专门针对现在对于当下的一个行情呢，如何去辨别，如何去操作的。那如果说有对技术分析想要进一步学习，或者说能看懂，想要看懂这个市场的朋友，那这样的一个福利呢，
这个课程链接呢，也是可以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么这2部分呢，就是给到我们新加入的粉丝朋友们的一个福利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呢，我们有粉丝朋友想要问一下 Lucy 呢，就是它后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当下呢，现在属于一个什么阶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线走势图呢，其实它现在比较明显的是这个英伟达，它这个10月10号同样是走出了一个大阴线，跟这个纳指是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以这个大阴线呢为去做参考的话，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应该知道 Lucy 有一个大阴线战法。这个大阴线战法呢，我们会以这个183块1毛6这个位置呢去做一个分界线。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伟达它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它这样的一个3天的一个 K 线呢是没有站稳183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应该是它没有站稳之后呢，应该出现下跌的，但是它连续2周的一个时间呢，稳稳的横在了这个趋势线的一个上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呢，就是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183块1毛6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能站上去这样的一个 K 线，那我们就说它现在呢是选择了一个向上。那如果它在这个位置没有去一根阳线站稳的话，它如果跌破了我们的一个趋势线的话，那我们就要就此判断这个英伟达它有可能会选择一波调整。所以说当前的这个位置呢，它横盘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呢，我们现在不能辨别方向，也不能去预判它说上涨的概率相对来说大，或者说下跌的概率相对来说大，我们只能通过一个信号就是技术分析的一个信号去做判断，这样呢会比较客观，我们也不去猜它怎么样。但是呢，英伟达它在这个10月底呢会有这个 GTC 峰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峰会呢对于英伟达来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刺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英伟达在这个区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易机会，等于说它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变字，而且呢，它下方的一个筹码呢是有缩减松动。等于说它与这个特斯拉一样，在底部的这些筹码呢是有减仓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近期来说呢，这样的一个权重股都不是很稳当。那如果说这个英伟达呢它出现下跌的话，也是这个在情理之中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其实 Lucy 的一个看法呢，就是它有可能先调整一下之后再去拉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英伟达的话还是要以这一根大阴线去做参考。那毕竟呢，我们本周也讲过了它的一个这个放量的一个阴线还摆在这里，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分析呢，就还是要等一等。那如果说你是想去买英伟达它的一个抄底，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呢，还是要等一根阳线出现再做判断。那这个呢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英伟达它在一个下方呢，我们去看一下指标的一个情况呢，除开成交量的话，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多方资金呢是有撤退，但是撤退的不明显而且呢，它英伟达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呢是没有明显做空的资金，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等它出现这种回调的一个机会呢，去回落的一个位置呢去上车，或者说比较强，在这个地方站上去了阳线的话，再去跟进。这个呢是对英伟达目前的一个判断，等于说它现在横盘震荡的话，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SOUN 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呢，这只股票它的一个动作呢，还是符合 Lucy 的一个预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股票，它是通过筹码峰白色来去判断，这种股票就是做超短线的。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超短线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的，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说一下。此前呢，我们是用这种背量阳去发现了它后面的一个上涨机会，等于说这一天呢，它的一个单日的一个涨幅呢会去到 12%， 坚持了2天之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跌。那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它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回调这几天的一个阴线的量呢都没有突破前面的一个阳量。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现在还处于一个多方带。那我们可以说在这个4号和5号 K 线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而且呢，它是在这个高点，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这个22块1毛7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定做是5。然后我们学过的一个方法呢，就是TD5 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5、4、3、2、1、0，也就是说我们在昨天呢是看到了这只股票它的一个反包的一个机会，包括它的一个拉升，所以5号 K 线呢其实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买点。那刚刚说这只股票它是一个超短的一只标的的话，你在5号 K 线买的话，等于说你可以看1到2天，它这2天，比如说今天它是在一个中轴下方这个下边界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反包的一个止跌信号，等于说它相对来说呢会弱一些。那如果说反弹1到2天的话啊，可以做一个短的一个差价，其实是可以操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股票呢，当然如果说昨天啊没有买，今天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它没有跌破18块2毛9，在这个位置去低吸的话，那它的一个空间可以先看这样的一根线，也就是说它上一次跳空下来的一个压力位啊，这个缺口。那如果说缺口上不去的话，等于说19块8毛3这个位置呢，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差价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它能阳线突破补掉上面的一个缺口的话，那它在这个位置呢，算是等于说它是一个第二波的一个起点。所以说 SOUN 这只股票呢，现在是可以作为一个低吸的一个标的，而且呢它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这个缺口如果说在3天之内补掉的话，等于说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节点周呢是周五，如果说你有闲置资金想做一个超短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只股票。现在短线是具备了一个买点，而且呢其实它上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4号 K 线打到哪里了呢？如果说从它的一个这一波的紫色飘带开始算起的话，上涨，那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9块7毛1这个位置呢是出现过第一波拉升之后回落，然后呢机构低吸再拉升，而且呢它现在回落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4比较接近于它的一个这个 0.5 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15块8毛2和这个17块3毛1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等于说是两个这个黄金分割回踩比较强势反弹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反弹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共振1到3天，而且它回踩的一个地方呢是来到了这样前面的一个高点，高点呢是 17.08 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去参与了这只股票的话，那它不及预期没有上涨的话，我们的一个防守点位呢可以定在17块08。这个呢就是 SOUN 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OKLO 这只股票的一个走势图。那日线走势的话，现在呢这只股票它很有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回调的一个幅度比较深，而且呢4、5包括今天这个6号 K 线呢，它是出现了一个蓝 K。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它的一波拉升呢，现在是紫色飘带有可能会转变成这个黄色飘带，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抄底套餐呢，我想对这只股票有底仓的朋友或者说比较关注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抄底套餐的一个形成非常标准，等于说60分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白 K， 而且呢是这个聚宝盆，而且30分钟呢也同样是出现的。所以说这只股票如果说在这个短线上比较喜欢的朋友，超短线的朋友，同样的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这只股票的抄底套餐带来的结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呢，等于说它上一次的一个平台位，它在这个位置呢又有机构的一个参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筹码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所以说只要有白色筹码的话，这只股票我们可以先用这个超短的一个方式来去看可以先去看它一个超短。超短是什么呢？1到2天，或者说它有单日的一个大幅的上涨呢，也可以说日内去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单日涨幅呢，你看这一天我们看它阳线的一个幅度比较大，而且它的一个涨幅有 28%， 所以这样的一只股票我们就知道了它的股性呢，你别看它的阳线和阴线看起来实体比较小，其实它的幅度还是蛮大的。这样的一个3号 K 线这个位置呢，跌幅呢会有 12%， 所以说呢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如果说买进的话还是要相对来说低位一些，那么可以去通过60分钟呢去判断，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回踩不破这样的这个防守位，然后再拉升的话是最好的。而且呢要等到彩虹带变字出现之后的话，可能会有一波不错的，但是呢最好还是用超短线。这里边提醒，如果说超短线做不好的话呢，这一只股票的话可以先去观望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UPST 的日线走势图，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想要 Lucy 分析的这只股票呢，其实 Lucy 比较熟悉了，因为呢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接到过很多粉丝朋友的一个询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位置去看，它现在呢是出现了这个白 K 止跌信号，这种是底分型嘛，对吧？而且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日线的聚宝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它的一个机会，包括它的一个龙线呢有微微翘头，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空方资金呢有节节撤退，它现在已经低于25了，等于说所有的一个指标呢是具备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想可能粉丝朋友想要问的是这只股票能不能抄底。现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成交量，包括它的一个信号呢已经出现了，而且呢会有一些资金呢去买入，这是聪明资金流入的一个信号嘛。所以说它的一个买点的话，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中，此前我们讲过，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如果是上涨的话，就会出现辫子。另外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阳线的一个成交量，如果说会出现 Lucy 此前讲过的那种倍量齐牛，那就可以去参与了。那这个呢就是 UPST 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区间呢，是等于说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信号，而且呢它这个位置是止跌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的，如果说你有听过我们的内部课，你可以知道我们学员都是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包括说它如果出现这种就是倍量阳线的话，你该怎么去做。那这个呢是 UPST。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粉丝朋友想要问的 RDDT， 它的一个日线走势呢，在目前为止，现在等于说它出现了一个模型，但是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易机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近期它的一个回调的话，它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因为这只股票它的单价也比较高，而且呢，它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幅度区间呢，也不是很大。但现在目前为止呢，没有任何的一个指向性说它可以抄底了，而且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就是能看到的这个龙头引力呢，现在是触及到了它的一个低洼区，但是呢，它没有出现聚宝盆啊这样的位置呢，还是可以再多等一等的一个机会。如果说近期被套的话呢，现在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买点。它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个阳线啊，把这样的一个平台位突破，那它是一个信号，而且呢伴随着大的一个成交量啊，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比较简单的一个辨认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工具来去判断。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单看成交量还有 K 线所处的位置，那现在来说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如果说参与进去了，在这个位置参与进去了，它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话，这样的一个体验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呢，最好还是要等一等它的一个这个辫子，或者说它给你一个阳线的一个信号才可以。那这个呢是 RDDT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